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话说很久以前，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山村里，有一个名叫王二牛的小孩，他3岁丧母，6岁丧父，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，整天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日子。王二牛有个邻居名叫王三虎，比王二牛年长10几岁，1年前娶了邻村的一个张姓女子为妻。张氏心地善良，勤俭持家，成婚后两口子恩恩爱爱，日子虽然苦了一些，但却甚是温馨。见王二牛甚是可怜，王三虎两口子一商量，便将他接了过来，像亲弟弟一般对待。王二牛是不幸的，幼年不知父母为何物，小小年纪便尝尽了人世间最大的痛楚。但王二牛又是幸运的，他遇到了善良淳朴的王三虎两口子。在王三虎两口子的关爱下，王二牛终于体会到了人间的温暖。为了能让日子过得好一些，在王二牛住到他家仅仅半年后，王三虎便离家外出闯荡去了。此后，王三虎就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样，音讯全无。王三虎走后，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张氏身上，但张氏没有退缩，硬是靠着他瘦弱的身躯将这份责任扛了下来。经历了生活的磨难，王二牛比一般的孩子要成熟许多。见张氏每日里操劳甚是辛苦，乖巧懂事的他经常帮着张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计。转眼间，王三虎离开家已经3年多了。这3年里，王三虎依旧没有任何消息。刚过完年，王三虎的一个本家叔叔就找到了张氏。这本家叔叔已经很多年没有和他家有往来了，他来能有什么事？对于这个叔叔的到访，张氏很是疑惑。见大人有事要谈，懂事的王二牛便走出了屋子。六叔，你可是稀客呀？张氏说道。本家叔叔看了看屋外，见二牛不在一旁，这才慢悠悠地说道：三虎媳妇，三虎走了也有3年了吧？张氏点了点头。本家叔叔又道：哎，这三虎也是的，把你一个人丢在家里不管不问，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。见本家叔叔东拉西扯半天也没说到正题，张氏便问道：三叔，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直说了。三虎媳妇，这王二牛来你家也有好几年了吧？这几年来为了照顾他，你是受尽了苦。我知道你两口子都是好心眼，但什么？这王二牛也长大了，这家里就你们2个，时间长了难免就会有人说闲话。我今天来呀，就是想告诉你，也该把他赶走了。听了这话，张氏冷笑一声说道：三叔，二牛对我以兄嫂相称，哪有什么风言风语？我看说这些话的人恐怕真正的目的不是这吧？还不是见我家三虎没有音信，想把我赶出家门，趁机霸占我家的这3间房子吗？要房子的话就明说，何必往我身上泼脏水呢？听了便白。本家叔叔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显然他们的真实用意被张氏说中了。见张氏这般，那本家叔叔便冷笑一声说道：三虎媳妇，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，这房子是祖上留下来的，三虎不在，你一个人占也无可厚非，但你要带着一个外人住在这里，这恐怕就不行了。给你2条路，一呢就是将他赶走，再一个呢就是你和他一起走。我老王家的房子不能让一个外人占着，这孩子打小就是个苦命人，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呀，要是将他赶走了，他怎么活？三叔，我求你了，你就让他留下吧。说完，张氏便朝着本家叔叔跪了下来。哼，一个外人，他的死活与我何干？本家叔叔冷声说道。本家叔叔刚说完，躲在屋外偷听的王二牛就跑了进来，跪在他的面前，哭着说道：六爷爷，我走可以，但你们不能把嫂子赶走呀。
对着本家叔叔磕了几头后，王二牛又朝着张氏跪了下来。嫂子，要不是你和三虎哥的话，我早就没命了，能活到现在我已经知足了，我这就走。说完，王二牛起身就走。就在王二牛刚迈出家门的那一刻，张氏一把拉住了他。二牛，你三虎哥临走时有过交代，说是让我一定将你养大成人，你这一走，我如何向他交代？你不用怕，嫂子一辈子都会和你在一起，要走咱们一起走。说完，张氏便带着王二牛回到了屋子里收拾起了东西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张氏便带着年幼的王二牛离开老家，外出寻找起了王三虎的下落。一路奔波之后，两人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因为寻找未果，两人便计划先在这里安下身来，慢慢寻找王三虎的下落。不要说张氏还是一个弱女子了，就是一个男子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要生存下来也很是艰难。为了活下来，张氏尝尽了人间的各种苦楚，但他硬是撑了下来。10年后，王二牛长成了小伙子，他知道嫂子难，从小就跟在嫂子身边帮着干活，长大后便更是每天忙着脚不着地，总想着靠自己的双手让张氏过上好日子。张氏虽然身体有病，却闲不住，仍然天天做点力所能及的活，总是唠叨王二牛让他多积攒钱。不是张氏贪婪，王二牛一直喊他嫂子，他又何尝不是把王二牛当成了自己孩子。如今的王二牛已经25岁，小伙子长相英俊，勤劳能干，可就是因为家穷，娶不到媳妇，张氏天天急得心如火燎。这一日，媒婆张婶来到了张氏家中，听到有脚步声，张氏连忙走出了屋子。来人是张婶，这张婶和他是一个村的，因为二牛的婚事，他没少跑腿，是个热心肠之人。听到张婶来了，张氏连忙将她迎了进来。张婶，怎么？可是二牛的婚事有着落了吗？张婶叹了口气说道：哎，前几天呀，有户人家找到了我，说是二牛这小伙不错，就想攀上这门亲。一听说二牛的婚事有着落了，张氏的心里顿时乐开了花。可还等他的高兴劲过去，张婶马上就给他泼了一瓢冷水。不过人家说了，说是要什么？要彩礼还是嫌弃我家穷？哎，这让我怎好开口呢？人家倒不是嫌你家穷，只是说你是个病秧子，嫌弃你是个累赘。妹子，人家前几天就等着回话了。我知道你和二牛的这层关系，虽说没有亲情，但胜似亲人，就没敢告诉你。你看这。过了一会之后，张氏对张婶说道：张婶，你告诉人家，就说人家的条件二牛答应了。见张氏痛快地答应了下来，张婶顿时愣住了。妹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可不敢做傻事呀。看你说的，我还想多活几年呢。你也知道，我家那口子已经10几年了杳无音讯，二牛长大了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他能娶着媳妇，我比什么都开心。我呢，也想离开这里出去找找，说不定就能碰到我家那口子呢。哎，真是难为你了。又说了几句，张婶便离开了。张婶刚走，张氏就转身回到了屋子里，默默收拾起了东西。趁着二牛尚未回家，不久之后，张氏便背着包裹步履蹒跚地走出了屋子。事情就是这样巧，往常不到天黑二牛就回来了，可今天却因为在路上耽误了一些时辰。等他回到家时，天已经黑了，尚未走到门口，二牛便朝着院子里大声叫道：嫂子，我回来了。令二牛大概意外的是，张氏并没有回应。怎么了？嫂子难道出事了吗？二牛的心不由得提到了嗓子眼，连忙3步并作2步冲进了屋子里。屋子里空荡荡的，张氏并不在家。嫂子，嫂子，张氏依旧没有回应。这一来，二牛彻底慌了，连忙在四周寻找了起来。经过一番打听之后，
二牛从张婶那里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二牛犹如五雷轰顶一般，随即疯了似的外出寻找了起来。张氏去了哪里？二牛能找到他吗？在寻找张氏的路上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？请接着往下看。转眼间，离张氏离开家已经3个月了。这3个月里，二虎几乎没有合过一次眼，无论白天黑夜，不管荒郊野岭，周边每个地方都留下了他焦急的身影。可张氏就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样，踪迹全无。这一天，二牛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。就在他行色匆匆赶路的时候，路旁的草丛里忽然传来了一阵低微的呻吟声。二牛连忙停下脚步看去，草丛深处一个人正躺在那里一动不动。二虎见状，随即走上前去，来到近前一看，伤者是一名大约20多岁的年轻女子。顾不得多想，二虎连忙将女子背在身上，随即朝着不远处的一处破屋子里走了过去，将女子放倒在地后，二虎又找来了水围着女子喝了下去，然后便在一旁静静地等待了起来。大约半个时辰后，女子醒了过来。见女子醒了，二牛这才长长地出了口气：“姑娘，你没事吧？”“大哥，是你救了我吗？”女子问道。二虎点了点头：“姑娘，既然你没事了，不如我把你送回家吧。”女子说道。“大哥，实不相瞒，小女子名叫青儿，1年前我哥哥流落到此地，不知何故竟然走散了，至今仍然没有找到他。今天晌午时分，我正在路上走着，忽然间一个无赖将我拦了下来，想要非礼于我，趁他不备，我便逃了起来，或许是跑得太过急了，就晕倒了。”听了青儿的话，二牛不由得苦笑了一声：“哎，你找哥哥，我找嫂子，看来你我都是苦命人呀。都说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或许是找到了同病相怜之人。”平日里不善言辞的二牛忽然间打开了话匣子，随即将自己的经历一一告诉了青儿。听了二牛的遭遇，青儿不由得落泪了。“青儿，那你以后作何打算？”青儿叹了口气说道：“我能有什么想法？只要能找到哥哥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青儿，你一个弱女子孤身在外，很是不便，你要是信得过我，就跟着我，你找哥哥，我找嫂子，你看如何？”青儿见二牛敦厚老实，不像是个坏人，随即答应了下来。不知不觉日头已经西沉，二牛连忙起身要去外面乞讨点吃的。就在这时，青儿叫住了他：“二牛哥，我这里尚有1枚铜钱，你不用去乞讨了，拿上买点吃的去吧。”说完，青儿连忙从身上拿出了1枚铜钱。二牛连忙说道：“这怎么能行？这钱还是你留着吧，万一哪天用得着呢？”青儿笑着说道：“大哥，你听我说，我这钱呀可不是一般的钱，你用了以后就知道了。”见青儿执意要给，又听了他刚才的话，二牛的心中很是疑惑，遂将钱接在手中。这不就是1枚普通的铜钱吗？哪里不一般了？我倒是要看看他有什么非常之处。见天色已晚，二牛不敢耽搁，随即拿上钱来到了不远处的镇子上，买了一点吃食。简单吃了一点饭以后，二牛便躺了下来。就在他迷迷糊糊刚要睡着的时候，忽然间一阵嗡嗡的响声响了起来。二虎连忙睁眼看去，漆黑的夜空中，一只发着暗绿色光芒的怪虫正在空中盘旋。这是什么虫子？就在二牛万分疑惑的时候，怪虫竟然直朝着青儿飞了过去。二牛以为怪虫要对青儿不利，连忙起身就要将它装在手中。就在此时，怪虫突然飞进青儿的怀中，消失不见了。二牛连忙将熟睡中的青儿叫了起来：“青儿，你快醒醒呀！”“大哥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”迷迷糊糊中，青儿睁开了眼：“刚才有只怪虫飞进你的怀里了，你快看看。”一听这话，
青儿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随即转过身子将怀里的东西拿了出来。二牛哥，你看这是什么？二牛一看，顿时傻眼了。青儿的手中正是自己已经花掉的那枚铜钱，因为铜钱上有一块暗红色的污渍，所以二牛对这枚铜钱的印象特别深刻。当时候他还寻思，这钱已经污损了，还能花吗？这不是你今天下午给我花出去的那枚铜钱吗？他怎么又回来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二牛语无伦次地问道。二牛哥，实话告诉你吧，这枚铜钱叫青福钱，它是子钱，还有一枚钱是母钱。就在1年前，一个白胡子老人将2枚铜钱交到了我的手中，此后不管我花母钱还是子钱，只要到了晚上花出去的钱就会变成一只怪虫飞回来。你刚才看到的那个发光的东西就是它。听了青儿的话，二牛顿时惊呆了。就在2人窃窃私语说着话的时候，殊不知破屋外一双眼睛正看着2人的一举一动。听到青儿说起铜钱的故事时，那人的心中顿时乐开了花。为了怕2人发觉，那人又听了一会便悄悄地离开了。第二天，因为青儿的伤势尚未完全好转，所以2人决定再在这里待上1天再做打算。眼见时辰已经不早了，二牛便又要出去讨点吃的。青儿连忙将铜钱又拿了出来，这一回二牛不肯拿了。青儿，我觉得这钱还是不花为妙，这天底下哪有吃白食的道理？钱花出去还会回来，那卖给你东西的人不就亏本了吗？这和抢有什么区别？这钱呀，我不用，我劝你也不要用，这不义之财我心里花得不踏实。说完，二牛便走出了屋子乞讨去了。他不想要这2枚铜钱，可别人却不这样想。就在他刚走后不久，一个男子鬼鬼祟祟地来到了破屋子里。青儿还以为是二牛回来了，就没太在意。等他反应过来时，男子已经悄悄地来到了他的身后。就在他调转身子的那一刻，男子抡起手中的木棍朝着青儿打了下去。刹那间，青儿只觉一阵剧痛袭来，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将青儿打倒在地后，男子连忙在他身上找起了那2枚铜钱，可翻来翻去只找到1枚。为了怕二牛回来，男子不敢耽搁，随即将青儿扛在身上扔在了不远处的一条河流中。看着青儿被河水冲走，男子这才调转身子走了。谋害青儿的这名男子名叫刘三，是这一带出了名的无赖。昨天夜里，他恰好路过破屋子，见里面亮着灯光，便凑了过去，无意中听到了铜钱的秘密，随即有了谋财害命的想法。尽管只拿到1枚铜钱，刘三也很是开心，于是拿上铜钱便来到了他的相好陈氏家中。陈氏的丈夫名叫李大柱，是个老实巴交的樵夫。陈氏此人水性杨花，慢慢的便和刘三勾搭上了。为了讨得陈氏的欢心，刘三是费尽了脑筋，可陈氏此人极度贪婪，刘三的那点钱根本满足不了他的胃口。这不，陈氏昨天还将他骂了一顿，并且扬言他要是买不来金手镯以后就不要来了。见刘三来了，陈氏当即就拉下了脸。昨天没告诉你吗？手镯呢？小心肝，你别光惦记手镯子，告诉你吧，我这里有个宝贝，只要有了这东西，不要说手镯子了，就是金山银山也不难。一听说有宝贝，陈氏顿时喜出望外。什么宝贝？在哪里？快拿出来！不等陈氏吩咐，刘三早就将那枚铜钱拿了出来。这就是宝贝。刘三，你发哪门子疯？拿个破铜钱来糊弄老娘？你以为我没见过钱吗？见陈氏要发火，刘三连忙将自己昨天夜里偷听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听了刘三的话，陈氏顿时喜出望外。就在2人刚要温存之际，一个彪形大汉从外面急匆匆地闯了进来。2人抬眼一看，
来人正是陈氏的丈夫李大柱。关于两人暗中勾搭的事情，李大柱也早有耳闻，但却没有抓到真凭实据。此番将两人堵在屋里，李大柱顿时恼羞成怒，挥起手中的砍柴刀就朝两人砍了过去。片刻过后，陈氏和刘三就双双倒地毙命，这就是贪财贪色的下场。再说王二牛，乞讨了点东西后，他便急匆匆地朝着破屋子赶了回去。可回到屋中一看，青儿早已没了踪影。王二牛连忙在四周找了起来，可找了半天依旧没有半点青儿的踪迹。一股不祥的预感瞬间就涌上了他的心头。不知不觉间，天色已接近暗了下来。就在王二牛手足无措的时候，忽然间，二牛只觉怀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，他连忙伸手往怀里掏去，竟然是一枚铜钱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原来就在他昨天晚上睡着以后，青儿将那枚子钱拿了出来，偷偷地放在了他的身上。其实青儿和二牛并不知道，这两枚铜钱名叫青福钱。传说在南方有一种怪虫，名字叫蚁窝，又叫青福。它形状似蝉蝶，且稍微大一些，翅膀像蝴蝶那样宽大，颜色美丽。传说青福母子连心，母与子分离后仍会聚回一处，把青福母子的血各涂在钱上，涂母血的钱或涂子血的钱用出后必会飞回，所以有青珠还钱之说。还有传说说青福虫也可以用来寻人，将母子虫分别装在罐子里，彼此各携一罐，就算人海茫茫，远隔天涯，也不会弄丢对方。自从见到二牛的那一刻起，青儿便深深地喜欢上了他。为了怕两人再次分离，青儿便将那枚子钱偷偷地放在了二牛的身上，他自己则留下了那枚母钱。就在二牛目瞪口呆的时候，他只觉眼前一亮，再看去，那枚铜钱赫然已经变成了一只发着绿光的怪虫。扇动翅膀，怪虫便飞了起来，飞了大约1丈远后，怪虫停了下来，随即调转身子朝着二牛飞了回来。飞到二牛跟前后，怪虫又朝前飞了出去。看着怪虫怪异的举动，二牛很是纳闷，随即跟着怪虫往前走了起来。怪虫在前带路，二牛在后紧追，一直走了大约2个多时辰后，怪虫在一间破屋子前停了下来，随即消失不见了。就在二牛不明就里的时候，一阵剧烈的咳嗽声从屋子里传了出来。这声音怎么如此熟悉？这不是嫂子的声音吗？一瞬间，二牛就像是疯了一样，朝着屋子里飞奔了进去。屋子里一男一女正坐在那里说着闲话，在一旁的床上还躺着一个年轻女子。见二牛闯了进来，两人都被吓了一跳。进到屋子里时，二牛这才看清楚了，站在他眼前的正是他的嫂子张氏。见到嫂子，二牛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随即嚎啕大哭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张氏对他说道：“二牛，你先别着急哭，你再看看，这个人你认识吗？”说完，张氏便朝着一旁的那个男子指了一指。此时，男子也盯着二牛看着，不过男子看上去很是木讷，就像是受了什么重伤似的。仔细端详了一会男子之后，二牛当即就朝着他跪了下去：“哥哥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”惊喜还没完，等二牛看清楚躺在床上的人时，他再一次惊呆了。床上之人正是青儿，失散多年的亲人竟然同一时间出现在了一间破屋子里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天意吗？从张氏口中得知，他离开家后便四处流浪了起来，来到这里时，因为又累又饿，便昏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醒来后才发现是一个和她丈夫王三虎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救了她。不过令张氏大感意外的是，这个王三虎竟然完全不认识她，也丝毫记不得以前的任何事情。见张氏无处可去，王三虎便将她收留了下来。从王三虎口中得知，他和妹妹流落到这里后便失散了，
为了找到妹妹，王三虎便在河边的一间破屋子里住了下来。就在下午时分，王三虎从河水中将一个女子救了上来。救了那人之后，他这才发现被救之人竟然就是他的妹妹。说来也怪，第二天早上，不仅青儿好了，而且王三虎也恢复了记忆。从他口中，张氏和二牛这才知道了他的悲惨经历。那年离家之后，王三虎便四处闯荡了起来。可涉世未深的他没走多远，就遇到了一伙山贼。尽管身上装的钱不多，但那可是他的救命钱呀。王三虎哪能让山贼得逞？随即和山贼缠斗在了一起。没几下，王三虎就被山贼打倒在地，推落山崖。虽侥幸保住了一条命，却被剧烈的撞击伤了脑子，因为记不得以前的任何事情了。伤好之后，王三虎便四处流浪了起来，碰巧遇到了同样流浪的青儿，于是两人便结为了兄妹。分别10几年，一家三口竟然以这种方式见面，真是令人唏嘘不已。青儿身上的那枚铜钱不是已经被刘三抢走了吗？青福虫怎么还能带着王二牛找到他？原来就在刘三进到屋子里的那一刻，青儿发觉出了不对劲，遂将青福母钱压在了身下。刘三在他身上找到的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青福母钱，只是一枚普通的铜钱罢了。就在刘三将他扛在身上的那一刻，尚有一丝意识的青儿瞬间将青福母钱攥在了手中，这也就是那只怪虫能找到他的原因。一家团聚之后，就在此地住了下来。后来青儿嫁给了二牛，青儿再也没有用过那2枚青福钱，靠着勤劳的双手，很快就富裕了起来。重逢的一天尽管来得迟了，但终究还是来了。细细想来，这一家的团聚真的是因为青福吗？青福真的有能让亲人重逢的魔力吗？其实如果仔细想的话，就会发现王二牛一家的团聚真正的原因是善良。因为善良，王三虎两口子才能收留无依无靠的王二牛；因为善良，张氏才能对二牛不舍不弃；因为善良，王二牛才能救了青儿。同样也是因为善良，王三虎才能救了张氏。正所谓人有善愿，天必佑之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